玉大人少动些歪心思，本王自能恕信。下官愚昧，不知王爷所指为何？张世子究竟缘何被害？王爷明鉴，张世子来灵州后流连于180馆，世伯叔每去请人，十有八九都是被拒。那夜灵州下大雨，张世子喝多了酒，乘舟而返，不慎落水。事后下官派人四下搜寻，可就是一直未有消息。你搜寻的是他，还是他手中那份牵涉行贿的官员名录啊？王爷说笑了，什么名录？下官毫不知情。若不是这份名录，在你手下多年的周保平又怎会因侠妓暴毙？那是周大人沉迷酒色，不小心就……怎的京城来的官员都栽在了180馆？阿旭，你我可得小心了。我倒要看看是谁该小心。是灵州城的一家首饰阁，叫福禄金楼，掌柜的姓骆，是他托人给我供的货。哎呀，今日差不多了，明日再继续。原来主子娶妻是这般不易啊！大小姐，方才各家掌柜来报，说灵州城今日来了位散财仙子，光顾了咱们多家铺子。据说此女眼光独到，还给了咱们铺子不少金玉良言。掌柜们有些摸不透此人的来历，说不定只是个有钱的外乡人罢了，恰懂些经商之道。听说他明日还会在灵州采买，且只要好货。掌柜们是想趁机多赚些，可又怕若拿出那些好货被瞧出端倪，反倒坏事啊。照着老法子办就行了，不会有事的。还是派人去瞧着些。定北王正盯着苏家，这节骨眼上万不能出岔子。是。张世子上一封信中附了灵州抽解赋税的核验详情，本王不欲多做纠缠，想要苏家太平。一，全数补齐灵州近5年的抽解赋税；二，给张世子及周保平平冤正命。王爷，这补齐……王爷，夫人，王爷，晚膳已备妥，今日就先为王爷与舒翰林接风洗尘，朝堂之事，不如留待明日再议。多谢苏大小姐款待。舒某多问一句，不知府上有什么规矩？我们住下已是貌美，可不能言行不慎，再惊扰了府上。苏家经商，没那么多讲究。王爷与舒翰林能住下，已是苏家蓬荜生辉。对了，听闻定北王妃是与王爷一道来的灵州。王妃不是，已提前返京。原来如此。王妃幼时常去相府，我还想着此番能与她叙叙旧。不过，这一别10数年，即便再见，也怕是认不出了。
还请王爷舒翰林移步善堂。请移步善堂。邀诸宾客共享芳宴，还望王爷舒翰林不嫌薄酒淡菜，多多享用。下官今日眼拙，言语冲撞，还望王爷恕罪，望舒翰林莫要介怀。灵州通判李由未能亲迎王爷大驾，惭愧至极。薄酒一杯，以表歉意。王爷与舒翰林此番至灵州，苏家准备仓促，招待不周，还望海涵。玉大人真是不见外啊！灵州知府、通判，都还活得好好的，原也轮不上你招待不周吧？是，王爷说的是，有张知府和李通判在，远轮不到我们苏家越俎代庖。今日本就是两位大人为王爷与舒翰林接风，只不过借了避府的地方罢了。下官只是想略尽地主之谊，却不想说错了话。还不去给王爷斟酒赔不是？下官失言，自罚3杯，还请王爷息怒。王爷，下官有一事容禀。宴席前，张知府告知说张世子被害一案查出了些蹊跷。张世子是圣上亲派来灵州调查赋税的，许是师伯署的伯干私下敛财被他查出。伯干又与下头的官吏沆瀣一气，拉拢张世子不成，反生暗害之心。王爷放心，张知府定会查明真相，还张世子一个公道。是。王爷放心，此案下官定会查明。有王爷在，此案定能水落石出。那本王今夜就写道折子，禀明圣上，张世子也终于能安心在上京养伤了。张世子找到了。若不是本王瞒着张世子的行踪，只怕他早就没命回京了吧。王爷说笑了。宴席之上又有我这女眷在，公事不如暂且搁一搁。说起来，王爷和舒翰林初至灵州，还未鉴赏过我们此地最有名的徽楼乐舞吧？今年江南雨水多，蚕茧产量不够，光是这生丝的收购价就上涨了30%。你要是再压价，我可真就血本无归了。您要是愿意把这单子给签了，往后咱万氏商行的所有单子都由您先挑选，
啊，那这样还行啊。至多再让你3分利，买卖还是其次，重要的是跟你交个朋友嘛。好，成就好。推杯送盏之间，一桩桩买卖就成了。不愧是灵州，与重视轻商的上京着实不同。此地的繁荣兴旺，怕是连上京都要逊色一二。小姐，今儿逛的不是差不多了吗？远近闻名的灵州，180馆，岂能错过？小二来喽！客官有何吩咐？各来一份本地的招牌仙人鸾，丁子香菱块，鸭花汤饼，还有5色蒸糕。好嘞。胡老板这些料子，瞧着可不及以往。若你想要鱼目混珠，那咱们的合作就没必要继续了。哎呀，文先生，吴某可不敢呐。这批料子做工与先前那是相差无几，只因运送途中淋了雨，材质手感不佳。待洗过熨烫之后，定能恢复原样。您在灵州城就是块金招牌，任何东西过了您的手，那可都是紧俏货呀。吴某就是冲着您的名号来的。这虽是常见的角鞋丑，颜色却不大对。我大显所产金碧鞋色，轻而柔，绝不会如此沉郁。只要您松松手，这些小瑕疵算不得什么。届时，利润您4我6，便是皆大欢喜了嘛！啊，这料子手感不佳，并非雨水之过，而是因为制造时丝线不够密，导致的成色稀松毛糙。这位小姐还有何见地？都说大显贸易看灵州，可吴老板这般以次充好，实非行商之正道。倘若生意人都如你这般揣奸把滑，欺骗百姓，大显贸易之都的美名岂不就毁了？这位小姐所言不差，句句正中文某心坎。吴老板这杯酒，还是自己留着喝吧。温先生，温先生，是不是哪家布商指使你来坏我好事的？吴老板，等等，放手，放手！这样，好，算你俩有本事，你俩给我等着！这位小姐，没伤着吧？无碍。小姐眼光独到，见解非凡，实乃经商行家。在下文宗，不知是否有幸能请小姐吃顿便饭，以些方才提醒之情。公子谬赞，实不敢当。此等善意之言，举手之劳，相信来灵州行商之人都会如我一般。公子不必放在心上。青羽，还不上前来伺候？是，
灵州青笋种植时令，鲜脆可口，殿下不妨尝尝。来来来，诸位吃好喝好，今夜美酒管够。请。李大人请，金老人向来好酒量。是啊。舒某有些不胜酒力，想出去走一走，醒醒酒。舒二公子醉了，是否需要人陪同伺候？别搅了大伙晌午的雅兴，舒某去就回。苏大小姐不必担心。此人气息极稳，并不似先前那般虚怯懦弱，其身姿举止亦是似曾相识。如何？你探过了，云已不在苏家。不过，阿伟会继续探查，想来很快就会有消息。若能在上京开一家仙泉馆这样的酒楼，生意定然红火。方才那五色蒸糕，入口香甜，回味甚浓。哎，小姐稍等，属下替您打喝一份去。小娘子，识相点儿，快跟我们走。爷俩乐呵。放肆！挺凶。专员，多管闲事是吧？没事吧，小姐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多谢阁下出手相助，不客气。哎，专员，别追了。方才我断人财路，自然遭害，我既无事便罢了，还是低调一些。小姐既知是吴老板，为何不去报官？文某很乐意替你做个见证，官府的人，文某也相熟。此等小事就不必套儿官府了。文某在灵州城也算说得上话。只要小姐点头，我必让那吴老板不再出现在灵州城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公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告辞。好一位一世独立、翩若秋水的佳人。王爷请。王爷，青羽姑娘伺候的可还合意？王爷出门在外，身边也得有个贴心的人伺候。是为婢女粗手笨脚的，怎比得上美人的温柔小意？先前王爷所说补气抽解一事，实不相瞒，近2年海上多风浪，船队折损严重，世伯署如今委实是捉襟见肘。这补齐近5年抽解之事，可否通融？
苏大小姐认为能否通融？为苏大小姐斟酒，你去。是。夫人的华瓷金盔，好在没有落地。酒都倒不好，还想伺候本王？玉大人能花重金寻来诸多美人，想必世伯属腰包颇丰，补齐近5年的抽检也不是难事。既如此，就请玉大人按照世行2分例，一并补齐利息，充盈国库。素府之内并无云逸的下落。素家若要以云逸为质，不藏在素府，就必在海幽门手里。可海幽门查无定所，他们会将云逸藏在何处？你且安心，凶手已路行藏，云逸定能化险为夷。此话何意？你是已查到了什么？待金云卫探回消息即可。今夜席上定北王究竟何意？先前还好好的，怎说变脸就变脸？难道是对青羽不满意？夫人，应不是青羽的事。那是为何？若说这往后的抽检不让克扣，倒是有可能，但是补上近5年的抽检，这未必是圣上之意。你说这是定北王自己的意思？夫人，张怀玉来查抽检之时，可只字未提不教一事。那定北王的胃口也忒大了些。夫人，岳丈大人的信中，可有提及过补教之策？他开出条件也好，总比那些揪着问题认死理儿的要强。不就是亏些银子，再赚就是了。我会着人备好银子的。阿爷说了，不能让他在灵州久留。至于他在回京途中再遇到什么，那可就跟素家不相干了。方才幸亏你接住了我的华瓷，那可是我花重金所得，灵州仅此一套。哎，若要是碎了，不得心疼死我呀！伺候这么久了，还不知轻重？夫人息怒，都是为夫不好。夫人莫动气，夫人莫动气啊！对了，阿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他当真已平安返京？他受了伤，还滞留于灵州境内。先前传他死讯，是因素家对他下了死令。若非以此麻痹素家，他定然藏不住。所以你说阿玉已安然返京，也是想混淆视听？素尔容不傻，何况背后还有素相主事，他们人手众多，都为寻到阿玉。我们人未到，又怎会知他的死讯？若他们再度生疑，阿玉便会再现危机，不如自行道破，也好分散他们的注意。还是你思虑周全。那阿玉现下在何处？我也不知。苏家盯得紧，暂未取得联络。不过或许如此，对阿玉来说才是最安全的。
城南东面的一处荒庙发现了海幽门的踪迹，但云乙是否在内，尚不能确定。阿旭，我也去。爷，此处若是打虎牢笼，我们或已自投罗网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云姨可能就在里头。舒儿，待着，别冲动。追营。是。云姨，云姨。小心！快走！追影，带他们先走。是。上京之时，海右门屡次设伏，都被王爷一一化解。可此处是灵州，王爷单枪匹马，未免也太看轻我海右门了。门主抓我金云卫暗卫，却留他性命，自然是计划周全。本王能只身前来，自然也是有十足的把握。我知道王爷为何来灵州，我海右门拿钱办事，能为宿家效力，亦能为王爷分忧。若王爷不嫌，我海右门愿与王爷通力合作。不管是我所求，还是王爷所谋，定能一举成事。海右门乃朝廷祸患，本王不与祸患谈条件，除非你还有另一种身份。王爷是何时识破在下身份的？你我交手数次，若这点伎俩本王都识不破，还如何在军中服众？不愧是定北王殿下，果然洞察秋毫。快！男女有别，云姨只得劳烦王妃照顾了。放心，交给我。伤这么重。
一生的宿命，替你脉搏生命，张万里流转蜿蜒，披红妆的心。好歹也是个姑娘家，他们下手也实在太重了。王总不要担心，奴婢没事。我下去了，不许乱动，一会儿牵扯这伤口就不好。你忍着些啊，我先帮你清理一下伤口。多谢王妃，傻姑娘。手心里的盼望，紧扣在你的手上。填满我来时的奔波，用一生将爱领我。穿过昼夜漫长，谁在我身旁？爱某一刹那，还是你啊？别害怕我，云姑娘伤势。随你去往。云姑娘伤势如何？可有大碍？幸而只是些皮外伤，不过还需要休养一些时日。多谢王妃。言，王妃今日都去了何处？王妃今日逛了一日的市集，除了采买还是采买，后来去了仙泉馆用膳，都是些女儿家的寻常事，无甚特别。属下事无巨细，一一道来。王妃先是去了胭脂馆买胭脂，指点了掌柜如何挑胭脂。后来又去了布庄，买了糖豆、项链、戒指。那文宗便说要请王妃吃饭，不过王妃当场拒了。文宗是何人？这属下不清楚，但听他的话头，应是灵州行商之人。他年纪轻轻，斯斯文文，样貌还挺清秀。样貌一般。吴老板后来找打手想寻王妃麻烦，文宗还现身相救，幸而他抱住了王妃，王妃才无大碍。你说什么？吴老板派人，下面一句，文宗现身相救，抱住了王妃。都怪属下无能，让王妃落单，请爷责罚。明日辰时前，奉上此人所有的底细。是。阿旭，我有一不情之请，我想让云逸离开金云卫，任何代价，我愿一力承担。哼，你当金云卫是什么？他们留去自由，金云卫没有卖身契，亦无生死状。舒儿斗胆，想向王爷要了云逸，请王爷准允。此事我说了不算。如今云逸已经是王妃的人了，请王妃成全。舒儿公子，你可是真心喜欢云逸？舒某真心，天地可见。那你父母呢？他们也都能如你一般对待云逸吗？此事我说了也不算，得云逸自己点头，也得你舒儿公子先把日后的路想好。王妃所言不无道理，
情深意重，不只是份承诺，更是一生的担当。怎么了，夫君？舒儿面子薄，能够坦言心事，已是不易。给他们二人一些空间，感情之事，得他们自己决定。能看得出舒儿公子是真心喜欢云逸，只希望他们日后能彼此相守，万勿因着门第之别而遗憾错过。夫人今日去了何处？可有收获？只不过在城中逛了逛商铺，买了些手信回来。对了，我特意去了鼎生茶庄，发现若在店内点茶品茗，所有茶叶均为上品，可待买回来再看，茶叶里头便都掺了陈茶、刺茶。鼎生茶庄明明是苏家产业，苏家的账，本王定会清算。夫人今日就未遇到什么特别之人、特别之事？有啊，我今日遇到一位卖布的商贩，姓吴，他的那批脚鞋绸绝非大贤之物，那料子色泽沉郁，只可能来源于盛产高山蓝靛的南绿。我绝无可能猜错，而且那吴老板行迹可疑，为商不正。夫人有何打算？自然是顺藤摸瓜，说不定那批脚鞋绸就与走私有关。是个线索。不过夫人行事须得谨慎，若遇上难缠之人，尽管就追与动手；若他不顶用，便来寻我。此一路迷途茫茫曾跌宕，此一场暮暮朝朝已如霜。风吹动发丝凉，路笔重回岁月流光，眼底泪心底伤。回头望，道路漫漫皆无常。与谁相烛火摇曳的微光？多少次太平凉，低白首之月未忘叹，偏偏是夜散落手掌。问世间有几多沧桑，你我皆寻真相。也曾遍体鳞伤，只为寻个方向。岁月悠悠，花鬓无霜。问初心在何方？同心同念同往，刀口同血为王。
夫人今日当真没有遇到什么难缠之人？没有啊。我初来乍到，谁会与我为难？夫君今日怎么了？没事。哎，对了，那日在沙溪替你挡下心口一剑的，可是我的乌恒月。夫君可是受伤了？不碍事。我还以为丢了呢，你在哪儿找着的？会稽堂，你我初遇之时。夫人的玉，可是真真切切救了为夫一命。那是你我素昧平生，你为何会把它留在身上？我也不知为何。或许是夫人在寒烟寺诚心期盼一家婿，感动了佛祖。你提这些做什么？冥冥之中，缘分使然。这是我的乌恒月，你得物归原主。谁捡着便是谁的。夫君怎的不讲理吗？这是我的乌恒月，你得物归原主。谁捡着便是谁的。夫君怎的不讲理吗？吴恒玉是我的，阿泰也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这便是命中注定。醒了，可要喝水。来，慢些喝。说二公子一夜未睡。怎么没睡？方才不就睡着了？那这水为何是热的？你受了伤，不宜再饮生凉之物。
舒儿公子，你是不会武的。少时阿雪他们练武时，总拉着我一起，但我悟性差，身子弱，没几日便打了退堂鼓。你明知自己不会武，昨夜杀手来时为何不躲？我若躲开，受伤的便是你。可你若受伤了，我如何向王爷交代？王爷又如何向相爷交代？如何向圣上交代？可若不护你，舒某实难给自己一个交代。大小姐，请喝药。是按新药房煎的吗？是，按大小姐的吩咐，做药引子的天山雪蝉也是挑的最好的。夫人这坐胎药也喝了几年了，肚子也不见动静，不如……我是心疼夫人，是药3分毒。我若无后，这偌大的素家往后由谁接手？眼下是显摆的时候吗？一个个在素家待了这么久，还一点眼力劲儿没有？暴吃朝灵之羹，还有野味儿，统统撤掉！快按夫人的意思办。夫人息怒，夫人刚喝了药，用按田羹压一压苦。夫人，补税一事。岳丈大人的意思是赶紧割肉，将人打发了事。你看，他要我补齐5年的赋税，再加2分利，粗粗一算便是1000万。这数目是太大了些，只是眼下也确无他法。不如夫人暂将家中印信交由为夫，我先尽快了结了此事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昨夜休息的可好？休息的如何，都不耽误本王办正事。玉大人，是王爷。抽解赋税一事不可再拖。若市伯署存心拖延，本王也只能公事公办。届时严查下去，就不是这个数了。王爷，此数目是否还能商量？现下是1000万了，苏大小姐可以慢慢想，本王不介意多翻几番。好，就依王爷所言，你即刻去取印信，务必配合王爷，将此事圆满了结。夫人放心，王爷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早日了结，也能早日为苏家商行正名。可不是我吹啊，这缴械绸放眼整个林州也是商品呐。哎，你瞧这花样，多别致啊！季修雅，
又不是风韵，可为上品啊。吴老板忽悠文先生不成，又想蒙骗其他客商。你，文先生，吴老板，你不是说料子到灵州后谁都没给看过？不，专留着要与我合作吗？这批料子的丝线不够密，一旦过水晾晒，便会变形，且极易破损。吴老板，你是要把我往死里坑啊？你又是你！这是何意啊？这批绞鞋绸我全要了。啊？吴老板与其抱着这批料子四处碰壁，倒不如拿了金子一劳永逸。吴老板何乐而不为呢？我不过想请教几个问题，吴老板只需如实回答，这锭金子便归你。成交。小姐，你尽管问，吴某知无不言。这批料子产自何地？西南安昌。追宇，我大显境内所用蓝靛还染不出这般沉郁的青色。吴老板可想清楚了，是拿了金子逍遥快活，还是被押去市舶署衙门挨板子回话？我说，小姐慧眼，这批布料确非大显之物，是福禄金楼的骆掌柜暗地里倒腾来的。我从他那里匀了一些，本想借此倒手小赚一笔，没曾想遇到了您这尊菩萨。骆掌柜是灵州城的一家首饰阁，叫福禄金楼，掌柜的姓骆，是他托人给我供的货。吴老板先前与文先生一直合作，想必对他颇有了解。依你之见，他可曾看出这批料子有异？小姐，您说笑了。文先生那么精明的人，怎会看不出门道？他可是灵州出了名的牙人，自己虽无实业，可灵州大小生意都兜不开他呀。凡是过了他手的生意，都十分的红火。我就是看准了他的生金之能，才攀上他的。小姐眼光独到，见解非凡，实乃经商行家。在下文宗，不知是否有幸能请你吃顿便饭，以谢方才提醒之情。你去打听打听这个叫文宗的。依吴老板的说辞，此人应当牵涉走私，最起码也是个从中牟利的知情者。回小姐，文宗今年20有妻，他与苏家关系匪浅。此人初来灵州城不出1月，便替苏家谈成了笔大买卖，故苏大小姐对他格外倚重。此后短短不到2年时间，他便借着苏家的人脉和自己的手段，成了这灵州商界无人不晓的大人物。那他来灵州之前是做什么的？这属下不清楚。此人来历成谜，连是何方人士都无人知晓。哎，你怎的对文宗这般了解？因为您的夫君，我的爷，想掀他个底儿掉。昨夜属下见他好似有意接近小姐，故留了个心眼儿，查了查。你们金云卫办事效率果然不凡。小姐，接下来是何打算？去趟福禄金楼，会一会这位骆掌柜。这两人丢了那么多银子，也是时候收网见鱼了。各位客官留步细听，让利2成，最后1日，每位客官限购1件。哟，贵客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不知小姐想看什么样的首饰？哦，小姐这边请。咱们店里啊，淡雅的、华贵的，应有尽有。
我家小姐最不喜与旁人撞款，要买就买独一无二的。哦，明白。小姐，这边请。这都是咱们店最上乘的首饰，小姐看，可有能入您眼的？小姐当真好眼光，这簪子可是今年最新的样式。最难得的是它上头的珊瑚，这等质地色泽，即便放眼整个大显，也出不了几粒。福禄金楼果然名不虚传，能引得灵州内外的女子趋之若鹜。原来小姐是位行家呀！小的听闻，近2日城里来了位眼光独到、品味甚高的散财仙子，想来就是小姐您吧？灵州城八方来财，堆金叠玉，散财仙子的名号，可不敢当。这珊瑚簪子是我家夫人昨日便瞧上的，先来后到，拿钱说话，姑娘还是识趣些为好。先来后到甚是在理，可方才我确实是比姑娘先到的金楼。这簪子是我家夫人昨日便瞧上的。小二，哎，这位姑娘昨日可曾付过定金？不曾。未曾付定，那只簪子便可自由买卖。否则，若再来位客人说前几日便瞧上了，那你们这生意该如何做啊？是。我家夫人可是定北王妃的亲姐姐，干惹她不快，谁也别想好过。眼下定北王就在灵州城，他的杀名想必你们都听说过。你家夫人可是宣威将军府的3少夫人？正是。哦，好你个明楚，远嫁灵州还不知收敛，竟敢借着王府的名头，在此作威作福。追鱼，这先来后到，拿钱说话。小二收的可是我的银子，承让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敢得罪我家夫人，她是定北王妃的姐姐，可她又不是定北王妃，仗着有一个做王妃的妹妹，作威作福，横行霸道。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大显战神娶了一个什么仗势欺人的刁蛮恶妇呢。你管得着吗？王爷和王妃当真知道你家夫人素日是这般行事？人家是血缘至亲，你说呢？识相的就赶紧滚，打哪儿来回哪儿去。王爷动起怒来，可是要人命的。好啊，你们居然欺负到宣威将军府头上来了！我这就回去禀报夫人，带夫人给王爷递去消息。你还有你们金楼都别好果子吃。哎，灵芝姑娘，咱有话好说呀！你给我起开！何事吵嚷啊？灵芝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你问他。骆掌柜。宣威将军府开罪不得，赶紧去知会东家一声。是。灵芝姑娘，有事好商量，何必动怒伤了身子呢？啊！苏大小姐平日里树敌颇多，若非如此，出门何必这般真诚？京畿官员日常出行，也不及你一半为是。苏家行商一向低调，今日也是沾了王爷的光。王爷乃护国柱石，虽微服出巡，该有的护卫还是得有。话说，怎未见舒翰林与王爷同行？管家说他一早便出门去了。舒二对行商之道不感兴趣，自是去南街讨字画吧。苏大小姐不必费心。
公子若喜欢，成本价带走。客官，您看看这幅字，笔锋有劲的很呐，字里行间充满着……若见此标志，说明方圆100米内必前有金鱼为暗卫。可街上这么多人，我怎知谁是谁呢？若是在市集，暗卫们大多会伪装成店家守株待兔。舒二公子认不得他们不打紧，他们都事先看过你的画像，认得出你。你只需一家家店光顾过去，定能接上头的。苏家产业大，涉猎广，本王正想见识一番，讨教一些生意经。王爷这话可折煞我了，能得您指点才是苏家之幸。苏家产业虽多，但走的都是正途，能有今日，也是先帝和当今圣上宽厚倚重。东家，小的寻了好些地儿才寻。放肆！不怕冲撞了王爷？急赤白脸的，什么事儿？咱们金楼里闹出大动静了。哎，公子，您看看这笔筒，还有这个物件很实用啊。舒公子，舒公子可要试试我家的子豪笔？请。你怎知我姓舒？玉带巷第2个拐角，右手边字巷尾往前数，第5户宅院。王爷虽放出了世子回京的消息，但苏家眼线未撤，暂还不宜接头。你们小心藏好，待时机成熟，我们即刻前去。好。来看一看，客官手工编织的好走啊布老虎。好嘞，多谢客官。我5天才能做一个呢。啊，客官您看看吧，各种样式。哎，这个里子挺好的，这个布料更好。小姐气度不凡，仪态万方，想必就是这2日城中所传的散财仙子了。夫人丰容盛简，玲珑爽丽，想来应是飞升灵州的苏老板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这簪子我家夫人要定了。灵芝姑娘，哎，东家，那就是宣威将军府3少夫人的心腹丫鬟。方才路上我听伙计说了事由，也怪我们金楼备货不足，待客不周，这才闹出这场不必要的误会。不如2位给我几分薄面，各自另选一样首饰，除去今日的酬宾折扣外，我再减2分利。我们宣威将军府差这点银子，我家夫人点名要这只簪子，其他再好她都瞧不上。一个不知哪儿冒出来的外乡丫头，凭什么同我家夫人争？这簪子，我要。你谁啊？说要就要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放肆！东西呢？在这儿。什么价？得王爷青眼，是这簪子的福气，这簪子就赠与王爷了。回去转告明处，若他日后还不知收敛，本王会亲自教他如何做人。还不快去回话！是。正主打理，好生痛快。金簪临并斜，珊瑚照玉容。此簪与小姐的天人之姿甚是相配，不如就赠与小姐了。
多谢公子。虽是借花献佛，却也是份心意。先前倒是小瞧了夫君的演技。方才听苏老板称您为王爷，小女子斗胆一问，尊驾可就是战功赫赫、威震北境的大显战神定北王殿下？正是。小女子能见王爷真容，实乃三生有幸。听闻王爷书发之灵，便携3000精兵，剿灭了3万北蛮大军，就此令北蛮闻风丧胆，数年不敢妄动，大显社稷安定，百姓康乐。王爷实乃有大功劳。陈年旧事，不足挂齿。不过小姐一介弱智，却对本王知识如数家珍，倒是叫本王惊喜啊！一夸就飘，可别演砸了。不知小姐贵姓，芳名为何？小女子姓何，单名一个豆蔻的蔻字。蛮歌豆蔻北人愁，本王驻守北境多年，每见豆蔻含苞，便知春雨至，雁将归。能让王爷心觉宽慰，苦中有盼，实乃豆蔻之福。可本王却更喜月静鸳鸯水，春生豆蔻枝。爷向来惜字如金，何时这般能说会道了？托王爷金口玉言，小女子也盼着能早日觅得良人，与之鸳鸯比翼。今日怠慢了何小姐，我心中有愧。既然王爷与何小姐一见如故，我便斗胆做主，邀何小姐赴宴同乐。甚好，何小姐不许推脱。王爷与苏老板盛情，小女子却知不恭。何小姐，请。多谢王爷。告知文先生，今日我做东，介绍2位贵客与他认识，顺便让他替我长长眼。如若这位散财仙子真是身家丰厚，那素家可得要好好招待招待。哎，明白。本王的王妃手还牵不得了。这儿可没有王妃，夫君别闹，得注意身份。我看你是富商小姐，搬上了野，都不想做回王妃了，是吧？谁说的？那还是做王妃更恣意清闲。毕竟也没谁敢欺凌到王妃头上来。夫君，能否帮我下一道谕令？王妃是想敲打明珠？夫君的威望与战功，都是沙场上一刀一枪拿命搏来的，我岂能容他这般好赖不凡，借着王府的名头横行无忌，四处欺人？本王并不在意。那也不成，我还没糟蹋呢。你想怎么糟蹋？这可得让我好好想一想。毕竟王府家大业大，糟蹋起来可非一日之功。王爷，何小姐，那珊瑚簪子金贵，
我让人配了个匣子，稍后再送来。此地蚊虫甚多。松开，松开！夫君怎么跟鬼皮膏药似的？手脚快些，动静小些。来，进，都麻利些。装好，赶紧走，快快！慢点，当心手啊！放哪儿这个？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来了一箱，来了一箱，来。走。什么人？是我。故人将后院不用的旧物清走些。旧物怎会这般沉？大小姐知道此事吗？这点小事，我还做不了主吗？正日里来，大小姐长，大小姐短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子吗？大小姐知道此事，姑爷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多嘴。一个赘婿，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。在大小姐眼里，你和我们有什么分别？姑爷，你寻机将方才那人处置了，自己也尽早脱身。是，去吧。王爷、何小姐，稍坐，我去同掌柜的嘱咐一二。有劳苏老板了。何小姐是初次来灵州城，不错，小女子也未曾想到，初次来灵州城，便有幸与王爷相识。天价良缘，恰如其时。哎呀，王爷莫要说笑了。苏尔荣城府颇深，不似面上看去那般随和，你务必小心。还有，你在金楼可有发现？金楼的骆掌柜，想来应就是京城走私之物的上家，只是眼下我还未得进一步试探的机会。事缓则圆，人缓则安，你切莫心急。爷，进来。爷，玉伯中已出城，往约定之处去了。即刻去趟宣威将军府，传本王谕令，斥明楚私德有亏，具体如何，你看着办。是。此等节骨眼上，玉伯中不在夫君眼前巴结着，出城去做什么？贪心不足蛇吞象，本王要借玉伯中之手，让苏家主动补齐灵州拖欠的所有税款。仔细盯着菜品酒水，不可有半点疏漏。是。挑机灵的伺候着，千万怠慢不得。是，东家。还有，把徽楼的姑娘们都请过来，记得叫上青雨。是，我即刻就去。不知何小姐对这幅画有何见解？王爷见笑，阿寇并不善胆怯。王爷、何小姐，久等了。
我特让厨房准备了几样灵州的特色菜，费了一些功夫。有劳苏老板款待。其实今日我也是沾了王爷的光，不如改日我做东，请苏老板与王爷拨冗赏光。我这人最爱热闹，自然要去。那王爷呢？好。何小姐风姿绰约，又正花性年华，想必素日有不少人拜倒在你石榴裙下。苏老板谬赞了，我是过来人，何小姐不妨听我一言。找夫婿，还是得找门当户对、彼此匹配的。我瞧着何小姐与王爷，就甚是登对。王爷恕罪，我行商多年，快人快语惯了，一时竟忘了王爷已然娶妻。苏老板抬举了，我一介女商，何德何能敢与王爷相配啊？何小姐与王妃确有几分相似。我们做生意的最讲究的就是眼缘，买卖成与不成，眼缘极为重要。我瞧着何小姐和王爷甚是有缘。东家，文先生到了，快请。文先生，文宗现身相救，抱住了王妃。年纪不大，斯斯文文，相貌还挺清秀。文某来迟，望苏老板勿怪。文先生来得正巧，我来给你引荐。这位是定北王殿下，这位是何小姐。文某见过王爷。原来小姐姓何。你们认识啊？与其说认识，不如说有缘。若识人不善，还不如无缘。不知何小姐可有兄弟姊妹？家中有一位兄长，2位姐姐，我是年纪最小的。那文某就不见外的称你一声小小姐了。其实今日宴请何小姐，我是有私心的。前些日子我收了几样物件，也不知是否真如说的那般好。城中掌柜的都赞何小姐有一双慧眼。我便想着，请你替我验验，看是否受人诓骗。苏老板做股行商多年，眼光见识自是比我高，您过谦了。还请何小姐不吝赐教。不敢不敢，我至多就是欣赏一二。兽首玛瑙杯，月摇蜜色瓷，蓝色琉璃簪钗。金晶石乃南律独有，但若不细看，极易被认成色色石。色色石价高，若以金晶石鱼目混铸，确是宝类。当真是样样稀罕金贵，价值不菲啊！这只蓝色琉璃簪钗，小小姐以为如何？色透而清，杂质细微，
眼下在屋内已如此剔透，想来见了日光啊，更是熠熠生辉。好眼力，小小姐不若再猜猜，这几件若是唱卖，最高能唱到什么价？文先生，这可就难为我了。这未入唱卖行的物件儿，不得随意报价，此乃大忌讳。忌讳虽有，何小姐不宣之于口，不就成了？那我若是猜的不对，苏老板勿怪哦。如何？我就说何小姐有一双慧眼。这玛瑙杯是玉髓所制。酒入杯后会愈发香醇，王爷爱酒，我看这玛瑙杯赠与王爷正好。此物可抵本王1年俸禄，苏大小姐就不怕苏家被诟病，本王备餐贪墨所挥。本王一介武夫，比不上文先生会赏识，此物不如赠与他。这喝的是酒还是醋啊？王爷为人清正，谁人敢污蔑啊？只不过苏老板这一片好意，辜负了岂不可惜？依我之拙见，不如苏老板将这玛瑙杯折现，当作给定北军军需的募捐款。二位意下如何？如此一来，既全了苏老板的心意，王爷与定北军也会感念于苏家，于名声上更是坦荡。若是圣上知晓了，说不定还会嘉许呢。如此，甚好。所谓两相圆满。芝麻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要你何用？夫人饶命！实在是那女子有人撑腰。在灵州，谁敢跟宣威将军府作对？何况我还是定北王妃的亲姐，敢和我争，活腻了吗？奴婢听苏大小姐称那人为王爷。王爷？王爷怎么了？王爷也得尊个先来后到。少夫人，不好了！定北王派人来下狱斥责，老爷发了好大的脾气。跪下！公爹，这是怎么了？